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念头偏差，业障就来。业障这两个字啊，一般人常把它挂在嘴边啊，尤其是在遇到诸事不顺啊，或者是障碍重重的时候呢，都会讲真是业障重啊。那其实大多数人呢，都错解了业障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啊。大家一定会很奇怪，业障这两个字朗朗上口，怎么会用错呢？业力现前的时候，如果有产生障碍啊，才叫做业障啊。业力现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产生障碍，这样就不能叫做业障了。所以，如果我们能不被业力或业相所束缚，就没有业障之苦，这样就是没有业障。业障来了，会有业相显现相片的相，业相显现，也就是会有业障的现象产生。但是呢，有感受没反应，有业力但没有业障之苦啊。那这个道理呢是很微妙的哦。为什么会有感受没有反应呢？关键就在这个念头啦。所以今晚的主题呢，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啊，自有它的道理啊。一般人都是认为业障现前呢会产生业报嘛，这是因为有业力在牵引啊。那以因果法则来讲呢，这个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但是一般人却忽略了念头的转动对业障是否会形成业报有关键性的影响啊。这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念头转得好，即使有业障来，我们也不会被它束缚跟捆绑，也就是有感受没反应啊。相反的，念头转不过来甚至念头偏差即使没有业障来我们也会感觉障碍重重因为不是业障在作怪，是我们自己的念头在作怪就好像明明身体没病但是心里有病那这样整个人看起来呢，也会像病人的样子这种现象叫做无病呻吟有些人呢，感觉自己诸事不顺或者事与愿违或者灾厄偏多也好啦，都认为是自己的业障就怪给业障。其实有时候根本就不是业障的问题，而是自己念头的问题是因为念头偏差而造成障碍这种障碍充其量呢，只能叫做不如意而已根本就跟业障无关嘛，而是自己的念头有关因为只是3分的不如意，你却把它夸张为10分的痛苦，把不如意高估为痛苦，那这个就是念头的问题跟业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讲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就是这个道理三藏12部经追根究底讲的就是一个字，叫做心因为心会产生很多的念头那心是我们人体的指挥官嘛，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心是主人，身体是仆人以前我们讲过主人要懂得指挥仆人去做很多事情如果把仆人当作主人，那主人反而被仆人牵制住了，这样主仆的角色颠倒了就是本末倒置嘛，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执妄为真，把虚妄的当作真实的叫做认贼为父啦台湾话叫做半路你领老爸啦如果仆人年轻朝气又有精力充沛，那他却有一个无能又不知所措的主人这样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满意的工作，令人满意的工作主人必须有能力去指挥仆人，心有办法指挥这个身体即使这个仆人是软弱无力的就无精打采也好了，但是只要这个主人是有效率或很有睿智，那这整个状况整个家庭也会井然有序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主人这个念头也是主人所以《无量易经》的经文里面有讲大家都念过了
其心禅极，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这后面8个字啊，颠倒乱想，不复得入，就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主人一旦掌控了仆人啊，让念头不再颠倒了，不再乱想了，之后就不能再让念头呢动荡不定了，要维持下去。那不复得入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念头再乱下去的意思啦。那不让念头再乱下去，要有它的前提呀。我们都不想让念头乱啊，但是它有它的条件跟前提。前提是什么？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前面的这几句啦，其心禅极，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啊。意思就是说，你做不到前面这4句啊，紧接着而来的呢，就是颠倒乱想，它的结果就是颠倒乱想。这句经文呢，大家都在经藏演绎的时候，大家都朗朗上口了。口诵1000万遍，不如实际做1次。人有时候呢，感觉诸事不顺，从外表看起来会以为是时运不济或福报不够。其实我们把它探讨起来呢，有时是跟自己所持的心念呢，跟念头有关啊。因为念头就是想法嘛，想法会影响做法啊，而做法就是行为啊。所以不正的念头就会有不好的造作，而不好的造作则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生命中有不好的结果或者结局或者后果，严格说来都是属于业障现前嘛，不顺嘛。那动机如何？你这个念头动机如何呢？对结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哦。那动机本身就是来自念头嘛。我心里想怎么做，这个动机其实先有那个念头嘛，把它带动起来嘛。所以任何集中注意力的念头，一旦把它化为行动，都会是一种祈祷的力量。而任何负面情绪的祈祷，都会招来更多负面的能量，它会牵引我们走向悲观跟消极。而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祈祷愤怒。当我们在埋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祈祷无奈。那我们要问自己啊，对自己的动机啊、行为啊或生命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祈祷？什么样的祈祷就什么样的结果嘛。那想要有什么样的人生啊，就要懂得做什么样子的祈祷。能诚心祈祷，就能心诚则灵嘛。这个与自己所持的念头是否清净、是否虔诚，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才说，念头会影响生理。心理健康及情绪稳定的人呢，即使生病了，身体都会恢复的比较快。同样都是确诊了，有的人拖1个礼拜、2个礼拜，整个月都有；有的人就是2、3天就结束了。谢谢收看因为抵抗力跟免疫力比较强的关系的。不只是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哦，连情绪低落都会造成这个业障哦，这个是很微妙的哦。所以掌控情绪也是很重要念头跟情绪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部嘛，自己内部产生的嘛。由它所引起的这些问题跟障碍，也是理所当然，都是从自己内心先产生的其实这个道理也很容易理解啦，叫做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嘛。东西是自己内部先腐烂了，才会长虫啦。虫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而是我们内部产生的，自己先腐烂再长虫的。念头就是起于内的因啊。那我执我见表现在外面的，行于外的，就是果嘛。念头一旦偏差，我执我见立刻现前嘛。这个时候你想要生活清安就比较困难了。凡夫都有无始以来的习气，叫做执着，到老了都会有了，只要是凡夫都会有了。这个我执会让我们在遇到境界的时候呢，容易跟境界呢沾染一起，而心生烦恼而这种烦恼呢，慢慢累积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而我们一般的人就把这种现象叫做什么？叫做业障嘛。对，烦恼多，诸事不顺，障碍重重，就叫业障嘛。但是呢，对有修炼的人来讲呢，即使业障来了，只要不跟它相应啊，不让业报成为业障啊，充其量它只能说是一个业力现前而已了。即使业力现前，也不会造成障碍嘛。一些高僧大德修炼有成，跟佛陀一样啊。虽然还有余报未尽，以前我们常常讲余报未尽嘛，但是这一些的业报对他们呢不构成障碍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有受报之事，无受报之苦啦。他们是透过呢自己的受报，以这样子的视线呢来教化众生的是表演给我们看的那有人就会问哦，佛陀都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也有受报之事呢？你刚刚不是说有受报之事，无受报之苦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佛陀会有受报之事呢？像提婆达多不是一直要害死佛陀吗？佛陀也会有病痛之时啊。一些诸山长老、高僧大德，他们修得这么好，也是会有体弱多病的时候啊。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这个就是前世遗留下来的业报，是前世所造的因才会有今世受报之事，印证的这就是因缘果报的自然法则，没有人可以违逆的，佛陀也是一样好，那照这样讲，他们跟我们这些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同样都要有受报要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受报的性质不一样都会受报，都有受报之事，但是受报的性质不一样那菩萨为什么没有受报之苦呢？因为他们可以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让苦报不生反应，所以就不会有苦嘛，没有反应嘛那这个要有修行的功夫很了得才有办法啦也就是靠念头的力量叫做念力。我们讲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其实同样的道理啦，念头一转，业障就消。相反的，甚至是心宽念纯呢，业就消了。业要不要消，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念也有关系相反的，你心不宽、念不纯，即使天下本无事，庸人也会自扰之的即使本来是无一物，那也会自己惹尘埃了都是由自己的念头造作所引起的嘛。同理心正气盛邪不侵，心开意解福就来，心诚意正运就通刚刚这三句里面，心正、心开、心诚都是代表正能量的念头，念头都充满着正能量，那就会怎么样？法强魔弱，即使有障碍、有逆境现前呢，也会很容易怎么样？拨乱反正以正破邪了。这个叫做四两拨千斤。相反的，念头的正能量不足那就会造成什么？魔强法弱，那这个时候就会千斤拨四两那这是很多人活得很辛苦的原因台湾话叫做什么？姜的没白啦，没姜的白到灰那老啦。我们常常台湾话都会这样子讲嘛，没有抓到重点养的没有抓了没有养的一直抓到皮破血流，意思是这样子的。要消除业力或业障呢，不能只靠念经或做法会这样还不够啦还要靠怎么样？自己广行布施跟广结善缘靠自己所造的福缘去转自己过去所造的业障这样业障能有效化解，那自然就是什么？重业轻报，轻业化无嘛。那业障消除的够，那自然是什么？大病就变小病嘛，小病就变没病嘛这也是一种因果定律的自然法则你信不信都不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啦那学佛的人呢，都深信有愿就有力愿大力就大也相信呢神通抵不过业力甚至愿力呢可以超过业力不过要注意这个还不是绝对的如果业力深重而愿力太小，或所行的小善抵不过所造的
大恶啊，或今世虽行大善啊，但前世有更大之恶啊，善恶交战啊，恶报先胜，这样还是会定业难转啊，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劫数难逃。剧本已经这样写了，你只能这样演啊，神仙来也没有用啊，佛在也救不了你啊，个人因果个人担嘛，没有人可以替你承受，这是亘古今不变的道理啦。我们要了解，业障如果以病苦的方式来显现，那这个就叫做业障病了。有的人是这样子哦，腰酸背痛、头昏想吐，却检查不出原因哦，很可能这个就是业障病了。或者是婚姻不幸福啦，身体不健康，儿孙不孝顺，生活不顺遂等等，这些追根究底也是业障了。也可以说福报不够或善业不够了。那修行之人也会在人生中遇到种种的业相，佛陀刚刚讲，佛陀也不例外啊。佛陀在成就佛道之后呢，照样有十难呐，很多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佛陀遇到不好或不顺心的事情啊，就说啊这个是佛陀的业障啊，不能这样子讲。因为佛陀不被这些业相所束缚，所以不会被这一些业相所障碍。当他不执着这些业相，而可以跟他保持距离，不沾染，不会因为这些业相而产生烦恼，这个时候发生在佛陀身上的业相就不能说是业障了。你看是有，其实是没有。对佛陀来讲是没有的，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有。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呐，我们要深入体会啊。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业障重，通常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生所造的恶业，在今生今世呢因缘成熟呢，形成果报嘛，而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够，功夫不够，或福德资粮不够，没有办法平安度过这些障碍啊，所以才会变成障碍嘛。因此会心生烦恼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现况的状况嘛。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啊？我们过去生有造善业啊，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得到善报，但这样也有可能反而让我们业障或灾厄现前哦。那这个就很令人纳闷了啊！都这么有福报了，怎么还会有业障跟灾厄现前呢？不是有福吗？怎么还会这样子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探讨。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一听就豁然开朗了啊！举例子啊，例如慈悲三昧水忏的忏主啊，悟达国师嘛啊，他不是因为接受了唐懿宗的这个沉香宝座吗？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但不要忘了哦，我们常常讲嘛，福祸相连，跟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啊。时世高深、道德崇高的悟达国师啊，因为受到皇上的赏识而心生骄慢，这个时候就是他德恨脆弱之际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念头偏差的时候也是德恨脆弱之际啊，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业门开了啊，而让前世的这个仇人呢，冤亲债主啊，这个他的仇人叫做晁错嘛，对不对？晁错就化为人面疮，趁虚而入啊。后来迦诺迦尊者救了悟达国师嘛，原因是当年迦诺迦尊者在生病的时候呢，悟达国师起了一个悲悯心去照顾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悟达国师这份的悲心造成他未来有灾难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来救他的这种福报啊。前因跟后果就是系于这一念呐，这个善念啊，只是这样一个念头哦，就有无限的善报啊。那个十世的冤业就这样解除了念头啊。这个整个悟达国师的故事是高潮迭起啊，有由福转祸，也有因祸得福啊。所以佛家常讲非福非祸嘛，福就是祸，祸就是福，信与不信都是福，就是这个道理啦啊。那同样的道理啊，
现在不是很多什么彩券啊或乐透啊，对，去买，有人去买嘛，有的人意外获得一笔钱财之后呢，肆无忌惮的将所得到的这些钱财呢挥霍殆尽啊，一夜致富，反而害死了他，让他的生活呢乱得套，人生跌入谷底啊！这就是佛遗教经里面所讲的"但观鱼密，不见深坑"啊。以前我们有讲过这个主题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但却看不到田头后面就是一个大深坑，正等着你掉下这个陷阱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也不乏这种福祸相连、活生生的例子啊。英文叫做 "easy come, easy go"， 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呢无影无踪，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业相跟境界的好坏不是重点，困难、挫折、障碍、压力等等呢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有升起喜恶之心，喜恶的分别心呢？是否有呢心生执着之念呢？也就是端看我们碰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所持的念头啦。当我们的心产生执着的时候，等于让念头马上变成障道之因，叫做业因啊。所以业障简单讲就是业力现前时，念头执着而自我障碍，才会变成所谓的业障嘛。那相反的念头不执着，也不升起喜恶的分别之心，一切以平常心淡然处之啊。这样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有业力现前，没有业报显现啊，这样还是没有业障啊。所以同一件事情啊，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件不幸，但我们自己不会啊，我感觉很庆幸啊，甚至是好事一桩啊。那这种心念的转折其实就是什么？感恩逆境的一种心地风光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啊，尤其你当志工之后的体会也是一样啊。所以只要随时能提起正念呢，这样即使业障来了，也是不起作用。那业障现前就跟困难挫折现前一样嘛，你理它，它就对你产生作用了；你不理它，它对你就没有作用。但有些人会说，我是不想理他啊，但是他要理我啊。他一直挑衅我啊，他一直找我麻烦啊，那这要怎么处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能回避的话，那只好正面对决啊，对，直球对垒啊，对，赶鸭子上架。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一个道理啦，就是你强他就弱啊，你弱他就强啊。所以理他或不理他，能回避或不能回避，各有应对之道啊。不能回避的时候，就要提起正念，告诉自己啊，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更要了解呢，今生所碰到的障碍，都不是别人所给的，而是自己过去一生所造。这个就是正知正见不会去怪别人也不会去怪命运一切都怪自己，反求诸己。都是自己种的那些因嘛，才会得到这些果嘛。然而有这样子的正知正见算不简单了，但是这个属于初阶而已哦。接下来还要学习什么？进阶版的欢喜接受，那这个是功夫更上一层楼了。也就是不但不会自怨自艾，也不怨天尤人，反而以感恩心跟欢喜心的随缘消旧业，这样子的心念。这样的念头才有办法消业啊。所以消业与消苦之道，唯有甘愿。若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一切，也是一种很有智慧跟亲近的人生哲理啊。你欢喜还就打8折，以前我们讲过嘛，你欢喜还就打8折嘛，还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本金加利息啊，负担越来越重啊。那你要问自己，你要选择哪一个嘛？对，当然是欢喜还啦，这个就是念头的转化嘛，靠念头来转化业障来，叫做转念。
念头转，境界就跟着转叫做以心转境，以念转运以前我们也讲过善人行善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抵消过去生所造的恶业还要看善业跟恶业的比例跟比数，看它的比例从表面上看，虽然有在行善造福，但还没有招感到福报因为时辰未到嘛，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还没有看到福报现前，很气馁算了啦，不做了啦，做了老半天也没有什么好报不能停止还要日积月累，才会慢慢的扭转过来，把业力扭转过来恶人作恶会消掉他过去生所造的福报，然而如果他的过去生是造了很多的福即使消掉了90%的福报，消掉了90%的福报，他只是享受那个10%的福报就已经胜过你我了啦。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他虽然作恶，家道却依然兴旺道理在此但是如果他继续作恶下去，他最后连这10%的余福都把它享尽了，银行里面的存款剩一点，你不但没有存进去，还继续把它用完，那这个就是负债了嘛。对，就是福尽悲来了，灾厄就开始临头了嘛，家道就开始中衰了嘛，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事情在我们生活周遭是屡见不鲜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因为念头偏差也会造成心灵脆弱玻璃心跟你的念头也是关系的心灵脆弱会造成什么？气衰运弱。那气衰运弱就是心不正气不盛，这个时候业障就很容易趁虚而入，因为你是虚嘛，你气虚嘛，那它趁虚而入那相反的，当我们是心正气盛的时候呢，业障比较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因为你是心正气盛，所以邪不侵，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即使我们过去跟这些恶鬼恶神有过不去的地方，得罪他们的地方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麻烦恶鬼恶神来找我们的时候，都是等我们气运衰落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趁虚而入那什么时候是气衰运弱呢？4个：生病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念头偏差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这几个呢，都是我们一般人所说气虚跟元气不足的时候就会比较会诸事不顺或衰事连连，很倒霉了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业障现前嘛。人群中好修行，那志工团体也是一样。你看这位志工很积极投入尽心尽力，使命必达，精神理念也是非常的好，涵养也是没问题。这种人你会觉得哇，可遇不可求甚至还相见恨晚伯乐碰到千里马。可是你只要给他冠上一个主管的头衔给他考验就来了啦。因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没有头衔还没事冠上头衔就有一点权力了嘛。虽然说我们志工讲没有权力的，可是在人性的弱点嘛，对，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有权力那行事就很容易落入什么？依事不依道，依自己的权势，依自己的头衔这叫依事。不依道呢？不依道理，变成刚愎自用自我感觉良好或什么事都我说了算本来不是这样的个性是冠上头衔之后才变了样所以权力可以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掌权之后呢，很容易让人失去当初的善良这是因为权力腐蚀的心灵做志工的时候付出无所求，一旦冠上主管的头衔就很容易有所求。为什么？要求别人接受他的意见，要勉强别人接受他的看法。现实生活中不乏这种活生生的例子令人心生警惕
但是我们不能武断说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而是稍一不慎，很可能就会这样了，所以不得不小心谨慎啊。刚刚讲这是人性的弱点嘛，只是隐性跟显性之差而已，人都有。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换了身份，念头就偏差的那种凡夫心啊。人生呢，真的是学不完了哈。虽然我们常讲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有时候还是要持保留态度哦，有时候还是会看走眼哦，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虽然我们会讲啊，知人知面也知心但是有时候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看情形就好像什么一支风筝我们在放风筝当线的一端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掌控得很好啦。一旦放手了或者断线了，你怎么知道它会飞到哪个地方去啊？所以我们既然没办法确保对人的判断会很精准，因为不知心嘛我们会看走眼，那么用人不疑呢，这句话就不能照单全收了。有时候还是要采取保留的态度尤其是修行团体强调什么隐恶扬善但是要注意善的扬过头或者恶的呢隐过头了，避而不见视若无睹那这个就会造成失真，让人无法洞见事实真相除非你的心保持像一面明镜一样才有办法见人就见性，见物就见性，否则呢，要以真心去彻悟真相，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正言上人常常呼吁大家要亲近在源头。亲近在源头，代表源头本来就是清净的嘛。之所以会有恶的倾向或无明的显现这是因为什么？源头遭到污染也就是念头跟心头出了问题内部的因出了问题，当然也会造成外部果的问题嘛。那源头都受污染那下游要清净也是难对，不是下游的问题，是上游的问题，是心头源头的问题。所以欲乐也不是快乐的源头啦，欲乐了，五欲之乐啦。因为欲乐是快乐之中还夹杂着苦恼啦。念头清净才会没有烦恼，所以才说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是互为因果的。这个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意思就是说念头清净才会有喜悦，有喜悦就代表念头是清净的。同理，做志工如果做到起烦恼或不开心，或者一般日常生活也好啦上班族也好啦做事情做到不开心或起烦恼了，跟别人无关，而是跟自己的念头不清净有关。只要念头清净，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很开心万法唯心造就是这样子嘛。心中宁静跟念头清净的人，才能感受真正的快乐，并享受它，也才能让快乐持久。因为快乐已经升华成为法喜了，一个是短暂，一个是永恒的。法喜是永恒的是发自内在的这个时候，即使一件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都会感受到很大的满足跟享受人家要大鱼大肉才是享受，我们喝一碗热汤就很感受了因为平常我们都晚上都拿便当回家了，我都从金市拿便当回家吃的，没有汤就有时候偶尔如果有一碗汤给我就很感恩很知足啦对总而言之行菩萨道呢也好，做志工也好，如果没有找到活水源头力量就无法持续下去。所以深入法随，倒过来随法入深，就是活水源头啦。它会让我们将有形的体力变成无形的法力，更会让我们呢体力有限，心力无穷。
所以是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也是清净无染的法水源头啊。活水源头跟法水源头追根究底也是来自自己的念头，这就是清净在源头啊。有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因为生活不顺，工作遭遇瓶颈导致念头呢随境而转念头偏差，其实就是刚刚讲嘛，心灵脆弱的征兆啊。那随之而来的会怎么样？颠倒乱想，妄想杂念很多，怀疑自己遭受威胁、遭受歧视、遭受伤害或不被尊重虽然他想极力保护自己，为自己辩护，巩固自己，但是呢，法力不够所以欲振乏力或者力不从心他开始就不再承担工作了嘛渐渐的呢也不再来会所了。如果是短暂的沉潜而让我们的心灵沉淀，那这个是调整步伐、重新出发的契机好事一桩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个是念头偏差、无明一起那就好像明镜蒙尘这个时候我们很难看清镜中人就会一直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是最无辜的都陷自己于自卑跟自怜的境地之中，很容易自卑跟自怜。而且更严重的是什么？人一旦开始自卑或自怜就等于是开始提供土壤跟水分，让悲伤去生根呢。这句话很好不论我们怎么样为自己的自卑自怜去辩解、去找理由、去美化它，或用种种的观念要去掩饰它，悲伤还是悲伤还是会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呢，让我们痛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验嘛。所以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在你自己没有同意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自卑。意思就是说，要不要自卑，会不会自卑不是别人说了算，是由你自己决定。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就是自卑，你不同意你就不会自卑了嘛。这个很有意思那生活在自卑跟自怜或埋怨跟抱怨之中，而与人疏离，渐渐离开人群的，这是身心陷入困境也是一种业障现前所以人如果不能够随时呢在淬炼我们的心智提高我们生活的目标而常常玻璃心，动不动就感到被人伤害，或一直患得患失计较比较这个处在这个矛盾之中这样生活要清安就很困难了当然也会很痛苦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上，则佛法没什么好修的。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能深刻去体会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也就是观受是苦，万法皆空，诸法无常，观法无我的道理让自己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重点，那这样生命才能够凌驾在命运之上也就是生命才不会受制于命运而被命运操纵了那这个就辛苦了。所以如果我们培养了正念的好习惯，能习惯随时把烦恼放下，那我们就不习惯把烦恼提起来，因为这也是一种习惯对当我们可以把伤心的往事抛在脑后或可以控制要起恶念或发脾气的这个冲动或者能够平息激怒抱怨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浅尝涅槃的滋味了啦。学佛不是讲涅槃吗？对，这个就是涅槃了只是我们浅尝而已的这个是浅尝而已人难免偶尔会稍一不慎呢，而迷失真心，落入无明之中，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因为人有失言马有乱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没有关系，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时候只要能够立即打开智慧，去转个念头，则事来即应，应过即放这个我们已经也提过了要处理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
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转个念头几秒钟啊，但是虽然说几秒钟啦，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啦，所以还是要做准备啊，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人要经过智慧的洗礼，才有能力去转境跟转念啊，也才有能力呢抛开妄想跟执着的纠缠，放下恐惧跟自私。因此呢，妙用逆境来借力使力啊，也是一种生活智慧正言上人就是很会借力使力的人啊，才会变成很多的妙法嘛。千变万化才叫做妙法，一成不变叫做方法能够利用妙法，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呢脱胎换骨，获得重生能将偏差的念头立即导正过来就好像什么，把跑错方向的车子什么导向正轨一样嘛念头就好像车子的方向盘方向盘能有效的掌握，那车子才会平稳也才会出入平安，行车平安同理念头掌控的好，言行举止、举手投足才会如理如仪，不会失序，才会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这样就是什么？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自在潇洒的人生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各位同修人人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